嘿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乌马克，又来到了车主真心话的单元。这一集乌马克想要再进化，把上一集没讲到的部分讲得更透彻。上一集引起了热烈的回响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有一个连结。这一次乌马克想要讲更多 Corolla Cross 的细节，也想讲更多真心话给你们听，跟着我一起看下去。最让 Toyota 车主疑虑的，也算是 Toyota 最诟病的，就是觉得它的钣金薄，敲起来的声音还真的是有点薄，它不是扎实的声音，各位听听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车门，从车门的起闭就可以感受到这台车的钣金扎不扎实，有没有厚实感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听一下哦。可以近一点听一下哦，这个门的声音不是很扎实，没错，这就是 Toyota 的特色。Corolla Cross 有一个还蛮显著的问题，就是它的钣金相对比较薄，并且车门启闭的时候并没有厚实的关门声，这是它的一个问题。今天刚好下雨，我这边顺便要提一下。有人提说它像是一台行动铁皮屋，为什么？因为雨势比较大的时候，如果下雨的时候会听到滴滴答答的雨滴声，就很像在铁皮屋里面。当你坐在铁皮屋里面，听到上面滴滴答答的声音 ，Corolla Cross 就是会有这种声音，就是它的钣金比较薄所造成的结果。这台车有3大噪音来源，我现在一一的分析给你听。第一，它的轮拱声音非常大。这台车子的轮拱呢，可能是它的轮拱的材质，或者是它的当时的设计的问题，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尤其高速行驶的时候，会听到一个轮子传来的噪音，所以它的轮拱这边并没有设计的非常好，隔音没有很好。这是第一个轮拱这边产生的噪音。第二个噪音呢，会来自于它的车顶棚。车顶棚的话，刚才有提过了，因为它的钣金比较薄的关系，所以在下雨的时候会有铁皮屋的水滴声，就像是行动铁皮屋一样。第三个噪音的来源就是它的风切声很大声。这台车的风切声很大，当然我现在已经装了车顶架了，所以我现在的风切声是更大。但是在装车顶架之前，我还是觉得它的风切声非常大。好，以上的问题呢，其实花钱都可以解决。轮拱问题呢，可以去做轮拱的隔音工程，花个1万块、1万多块，应该就可以去做噪音的阻隔。车顶棚的部分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车顶棚的部分跟钣金有关，有可能就是只能去欣然的接受它了。那风切声的问题，可以去加装隔音胶条，有车友推荐加隔音胶条呢，不用花到1万块，就可以有效的改善风切声的问题。以上3个噪音的问题，其实都是可以花钱可以解决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这边我想跟各位观众提醒一下，如果你用这种夹式的车顶架呢，会产生这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隔音胶条会出现折痕，那这个久了有可能会漏水，所以最好是买可以直接再放上面锁上去的车顶架，不要买这种夹式的。很多观众敲碗关心，一直持续不断询问的车顶架漏水问题，在这台车有没有出现呢？其实我这台车开了2年，还真的没有漏水，有可能是我的人品喷发啦。通常会漏水是在 B 柱、C 柱这个地方会有漏水的情况。目前因为这几天也有下雨，那刚才也有下雨，我现在摸也是没有，所以我开了2年 CC Hybrid 的豪华版没有漏水。马克这一集会讲更多它的缺点，如果你很想听它的缺点，
赶快继续看下去。这一集我讲的更仔细、更透彻，我讲的东西心来话，一定要认真看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车厢有什么缺点。好，首先这是它后车厢的样子，这边有一个置物的隔架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拆卸的，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后车厢有没有办法平整呢？如果把后方的椅子倾倒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平整程度。好，现在各位所看到的，当我们把后座倾倒的时候，它的后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高低落差，所以是无法达到平整化的。这一个高低落差呢，大约一个手掌那个应该有15公分的宽度左右，所以需要去买平整化套件来做改善。我躺一下给各位看哦。如果今天假设我的身高178，体重70公斤，今天假设我想在后车厢的地方做简单的车速，到底这台车有没有办法来足以满足我的身高体重？我试躺一下给各位看哈，因为它的高低落差还蛮明显的，所以躺起来很不舒服。那如果我整个躺进来的话呢，你们看我的头是没办法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，所以我没办法在这台车进行很舒适的车速，因为它的平整化程度是相对比较差的。对了，马克来介绍一下不错的配件。我的后方有装设这个防水盘，这个防水垫3000多块，还蛮好用的。我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防水垫呢，质感还不错，才3000多块哦。网络上很多人在买，你可以选一个材质比较扎实一点的，质感比较好的，甚至它这个防水垫上面还有写 Corolla Cross 哦，感觉质感还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原本车子的后箱是长这样子的，下方还有一个置物的空间。那这边有一个车充的打气机，这个很实用。像我上次出差的时候，轮胎破掉，就是先用车充打气机先把轮胎打满之后呢，赶快到服务所去补胎，这是非常必备的一项工具。现在已经很少有车会备胎给你了，我相信如果今天备了备胎给你，可能你也不会换，因为你还要用千斤顶，还要用很多的工具以及很多的手续才有办法换轮胎。现在配一个补胎剂，配一个车充用的打气机是非常实用的，分享给各位。下面还有一些置物空间，那我就会把这个防水的配件放上来。还不错。现在马克坐在后座的地方，我来介绍一下后座给各位听一下。后座呢，它有2个置物空间，还不错。一个是置杯架，另一个可以放手机。Toyota 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置杯架非常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中间还有一个扶手，中间的扶手下来呢，又有置杯架。我们是多爱喝手摇啊，真的是为台湾人设计的。光是后座就有4个置杯架，还蛮像计程车的。老实说，车门的置物空间呢，设计的还算可以啦，就是可以放个口罩啊，放个小东西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置杯空间哦，这边还有个置杯空间。在我们的中间也有2个置杯架，所以前座也有2个置杯架。这台车总共有8个置杯架，一个人可以分到2个，CP 值非常高。有很多人反映 Corolla Cross 的后座的空间非常的不好，我来试一下给各位看。我的身高177公分，所以我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我的膝盖
距离前面的位置还有大约1个拳头宽。前面的设定是我本人驾驶的时候的位置，那后面呢，如果是做一个177公分的话呢，还有1个拳头宽的距离。老实说，我是觉得还蛮足够的了啦。上方的空间呢，头部到天花板呢，至少还有1个半的拳头的高度。以我一个178公分的人来说，这样子是非常足够的，除非你是190。但是坦白讲，坐在后座，如果把中央扶手放下来的话，空间是非常狭窄。我现在明显感受到我的背部有压迫感，所以后面可能没办法坐3个人，可能可以坐2大1小或2大，可能会坐过来一点点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椅背的突出的设计，我当时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设计这么的凸，所以我没办法坐得很左边，我只能尽量往中间靠。马克这边介绍一下车内小物，我觉得这个挂钩还蛮好用的，可以挂在头枕的部位。如果你去买蚵仔米线，或者是去买刨冰，这边都很好挂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你们可以去买，汽车百货就有在卖了，很便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竟然在后座的这个资料夹的部分呢，只有右侧的副驾驶座后方有，正驾驶座的后方是没有放东西的空间。我觉得还蛮奇怪的。如果你是要 cost down， 如果你是要节省成本，应该不至于节省成这样子吧？现在马克要来讲一个更深入的议题。这一件事情应该有很多人发现，但是很少人去讲出来。Corolla Cross 的后挡设计的非常小，所以当我在行车的时候，用后照镜看后面的时候，从后挡看出去，我的视觉范围是非常小的。所以他当时把后挡设计的这么小，我觉得真的有改善的空间，因为这个跟安全性有关。如果你要改善这一点，你可以加装360度的环景，或者是加装电子后视镜，但是这个就要再花钱。这个 logo 来讲的话，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Toyota 想把车子做的精致化，所以在细部的地方也有做它的 logo。那这个还不错啦，值得嘉许一点点。我这一台车的车型是 Hybrid 的豪华版本。我非常建议你可以买有电动尾门的版本，因为台湾也是蛮常下雨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门还蛮不好开的，所以我觉得有自动尾门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情。请你再把预算拉上去吧。有没有看到车顶架上面的这个痕迹？我强烈怀疑它的车顶架的烤漆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它的这一块车顶架的烤漆跟钣金的烤漆不一样。我有一天就突然发现，我的车顶架上面呢，怎么有一点脱漆了？我觉得这个是烤漆的瑕疵，我下次回去再问原厂是什么回事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款车灯？豪华版的车型是采用旧款传统的卤素灯泡。卤素灯泡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光线不足的情况，所以呢，需要再上去2个等级才有 LED 的大灯。我很建议你们买 LED 大灯的车款，光线会比较充足。所以行车会比较安全。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，其实已经在我这台车发生了。各位来看一下，使用2年，开了4万1的里程，这个坐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折痕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折痕？这个折痕的出现代表它的材质是有问题的。我看到网络上已经有很多车主有到原厂去做出保的动作，但是并没有每一个都让它做出保更换。我下次会回原厂去了解一下，可不可以更换我的坐垫，因为
一台才使用2年的车，出现这个坐垫的折痕是非常不应该的。如你所看到，它的后座跟前座一样，材质都不是很扎实，所以都有折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急需改进的问题。这台车有一个还不错的优点，就是它的很多控制按钮已经全部整合在方向盘上面，包括我要控制 ACC 的跟车，包括我要控制跟前车跟车的距离，包括我有没有做车子的行车置中，都可以从我的方向盘的右侧来做单一手指的控制，以及我可以去控制到影音的部分，就是听音乐的部分。它的电子仪表板是做的还不错，整合的还不错，所以我用的还蛮习惯的，很直觉化的一个设计。各位看一下中控台的部分呢，它是用这种非常廉价的烤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烤漆方式应该可以改善一下啦。一台80-90万的车，烤的这么的没有质感，我觉得可以改进。那它的内装呢，就是你所看到的荔枝皮。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荔枝皮很像计程车啊，那美感的方面就见仁见智啊。我是觉得很简约单纯。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音响。它的音响呢，音质非常的差，完全没有重低音，高音跟中音也不是很明显。所以，如果你对于音质很有要求，那这台车要让你失望了，你可能要到外面去做改装。我这边稍微带到，很多人说开这台车感受到非常严重的侧倾，确实。因为这台车当时的调教是为了舒适，所以把悬吊做得比较软一点。车子如果去遇到路面不平或者是坑洞的时候，车子的摇晃以及车子在转弯的时候的侧倾是非常明显的。那这个要怎么去解决呢？有3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把弹簧改掉，把弹簧改得更硬一点。第2个方法，改阻尼器，这个也是外厂加装的部分。第3个方法，最直接、最干脆，直接买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 GR 版本。GR 版本的底盘已经做过了调教，它的悬吊已经有做了大幅的调整，所以可以获得更好的行车感受。我们去后座，有一些观众反映，当他在叫多元计程车或者是叫小黄计程车的时候，如果是叫到CC 这个车款，坐在后座很容易晕车。所以刚才我讲的，它的调教当时是为了舒适，但是没想到去遇到路面不平或者坑洞的时候，反而它的摇晃、它的轻飘感更明显。那这个是它一个非常大的硬伤，外加行车的重心比较高，所以也有这些问题。我再来揭露一个缺点：驾驶座的左脚处有脚踏式的驻车系统。这一个脚踏式的驻车系统呢，牺牲了左脚的活动空间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应该要有电子手刹车，应该要标配电子手刹车。听说有很多车主有遇到异音的问题，是一种塑胶的挤压声，听说是在前方的阅读灯有遇到，但是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如果遇到这个问题，听说是要拆下来，里面装海绵才可以解决。后座的手机充电呢，只能从中央扶手的地方往后拉来做充电。它的后座并没有专属的充电，所以我需要叫前面的人帮忙我。帮我插一下。
所以我才有办法充电。我觉得这个还蛮不合理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冷气空调系统一直是 Toyota 的强项。如果要说它最强的一个优势，就是它的冷气非常冷。它不止冷气冷，连后座还有冷气孔。你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吹到感冒哦。走到了车的前面，让我小小的抱怨一下，这台车标配竟然没有前雷达，我的前雷达还要自己花钱在原厂做选配。我觉得一台8、90万的车应该要标配前雷达，请和泰汽车施舍一下我们吧。今天讲了非常多的细节，也抱怨了很多这台车没做好的部分。我希望可以给后面的车主有更多的参考。当然，后面也有出了 GR 版本。那听说今年2023的年底也会有引擎的改款，希望以上这一些都可以逐一的解决。希望后面的车主可以开得非常愉快。那这一集马克就介绍到这边。如果你有兴趣分享你的爱车，你有兴趣把你的真心话讲出来给各位听，让后面的车主有更多的参考，欢迎你联络马克来上马克的频道。谢谢，拜拜。还没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